嗨，大家好，我是雷哥，久违的连续2个礼拜的周末都跑出来骑车，最近变勤劳啦。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是游罗溪，那再转180度，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内湾老街。那废话就不多说了，今天一样骑的是渔老。在我的印象中，从频道到现在，好像没有连续2个礼拜都骑一模一样的地方。因为做单车影片，不管是骑车的人也好，观众也好，最重要的就是新鲜感。连续2个礼拜骑同一个地方，好像会没有什么新意。但这礼拜我还是想骑渔老，固然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西藏天嘛，最重要的就是要练爬坡。渔老算是我从新竹湖口骑过来，距离最短、能够最快接触到爬坡路线，爬升量又非常足够的一条路线。就是你起床之后不用想太多，不用拆车，就是你骑个20公里的缓上坡到内湾，到内湾之后就是直接的缓爬升、陡爬升，转个弯。全部都是下坡，就可以轻轻松松骑回家。第二个原因就是经过上个礼拜的拍摄骑乘之后，我想要稍微调整改进一下。那改进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变音，所以我们就同一个地方、同一条路线，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的拍法、空拍机的飞法，还有上个礼拜讲过的东西，这礼拜不能再讲了，来练习一下崭新不一样。同一个路线，我可以蹦出什么样新花样的一个练习。在我频道之前讲的部分比较着重于地理，尤其是地形，因为地形跟我们骑脚踏车是息息相关的，还有天气嘛。这礼拜我们就多讲点历史人文，还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像在我身后的这一条，刚刚一直在用空拍机飞的，就是游罗溪。那游罗溪会到内湾这边再岔分出去。等一下我们要骑的渔老路线就是这个游罗溪的上游。纳罗溪、锦屏溪，再往上去溯源。而在我身后的后面内湾市区呢，其实平常我骑脚踏车比较少进去，因为每到假日的时候就会人满为患。里面有卖很多小吃、豆花、冰淇淋、热狗，该有的都有，算是非常好补给。但是最近在减肥，不能再乱吃了。内湾这边也算是台铁的一条支线，最近比较红的一条支线，应该是从二水到集集的这一条支线。当然，阿里山铁路也是非常红的一条，但是自从我高中骑了脚踏车之后，反而铁路的支线就比较少搭到，因为这些地方我都是骑脚踏车去的。那我们开场先讲到这边，我自己也是有点心痒难耐啦。虽然才刚恢复骑车没多久，在路上都是被刷卡的份，被成年人刷卡，被高中生刷卡，被国中生刷卡。但是今天的天气比较温暖，所以一直沿途都有一整群的车友，跟上礼拜零星的几支车友不一样。现在也是有点热血澎湃，虽然实力不及以往，但是想要马上骑起来开始爬坡啦。听起来怪怪的，被刷卡刷到热血沸腾，赶快练起来！那我们就出发喽 ，Go Go！ 前面尖石乡我查资料，它的名称由来是因为在河流的汇集处有一个非常尖的石头，这边也是泰雅族的聚集地。他们认为这一颗尖尖的石头正好可以映衬他们泰雅人坚硬不拔的精神，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尖石乡。泰雅广场上个礼拜是在这边飞空拍机的。当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有不同的拍摄设备，你就有不同的思维。当你有了空拍机的时候，你沿途在看的就是有没有视野开阔，然后有个适合起降的广场。而360相机就很适合腾出双手，边骑车边讲解。然后像我手上的这一台平面相机就很适合拍风景，以及像这种路牌、重要路口转角的一些路牌特写，还有这一种第一人称。比较紧凑、比较有临场感的这一种拍摄，各有各的好，每种设备到最后就很难割舍。身后的背包也变得越来越重，为了让自己能够爬坡载更多的东西，所以肌耐力要赶快把它练回来啦。虽然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听起来有点沙哑，但是我骑车的状态是超乎想象的不错。像上礼拜的话，我体感的感觉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就算是青蛙石之前的这一种缓坡，沿途我几乎都是用着第一、第二的轻档，然后慢慢的归上去。才过了1个礼拜，经过了上礼拜的练车之后，有一种恢复到以前在骑车运动的那种韵律感。沿途已经有办法用合适的档位，然后有点运动的节奏步伐。
然后肌肉不会酸痛，手把不会摇来摇去，可以正常骑车的这种状态。当然，这是因为有常年骑车累积下来的底子，所以才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入状况。毕竟现在已经1月中旬，西藏之旅4月就要出发，原本上礼拜还有点忧心忡忡，所以这礼拜赶紧跑出来练车。经过了现在的状况之后，心里算是比较放心了。这个地方叫做青蛙石，缘由也很简单，就是有一颗石头长得很像青蛙。刚刚一样查了一下网络资料，按照泰雅族长老的说法，是有个传说，有一只青蛙在吃蚊子，追着追着，蚊子跑到溪谷的上方逃走了，然后青蛙想要追上去，可是却被一个石头挡住，没办法继续前进，站在原地，久而久之就变成一颗石头了。刚在全家吃的香鸡松饼蛋堡，它的热量大概254卡左右。其实平常晚餐我更喜欢选择另外一个，它名称有点绕口，好像是蘑菇蛋白猪排松饼汉堡，但是一样热量很低，而且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我觉得口味也是更好吃，更不会干干的。上礼拜我是只喝豆浆加茶叶蛋，然后骑到半山腰我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那山上卖的东西单价也会比较高，所以这一次稍微改良一下，热量稍微吃多一点。再加上我觉得这礼拜的状况还不错，途中应该不用特别停下来飞空拍机。顺便间休息了。从纳罗青蛙石一路爬到渔老，爬升大约900公尺。这一次我们希望分2段到3段的落地，我们就直接爬上去。顺带一提，今天除了天气比较暖和以外，其他所有的变因都是一样的。这一次出门我也是带2件外套，脖子的脖围也是有带来，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穿不住，所以收到包包。这一次的重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可以感觉到状况真的有变得比较好。上礼拜的同个路段的这个位置是用这一台平面相机挂在前面自拍讲话。其实边骑车边自拍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会放手骑车。对，国小生、国中生都会，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敢放手骑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练习的必要。但确实对于骑车当中想要喝水啊、脱外套啊，或者说拿相机起来自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双口成空是比较麻烦的一点。谢谢。也因为360后置档案比较大、比较麻烦的原因，所以上礼拜我就想说用这一台试试看代替。但是角度太低，用平面相机只拍脸的状况就是，虽然你讲的话都有收录进去了，可是会没有那个时长感，你看不到脚，你看不到身体在转的感觉。360在这个地方确实是比较厉害的，与之相对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你要疯狂的下关键帧，然后你还要再输出。会非常花时间在后置上面，1集2集或者说久一次还好，但是如果像西藏篇要骑20天，甚至是以后如果你要骑1-2个月以上的行程的话，360消耗的档案容量大小都要考量进去，这个就变得让我有点两难。所以上礼拜也算是一个尝试，就尝试先不要用360拍，就变成说爬坡的时候用这一台相机举起来录。结果我上礼拜发现好像有点想多了，因为爬坡真的太累，所以我2只手都要尬在平把上面，我根本没有办法拿起手来，所以就变成说视角一直都很低，然后有时候平把占了太多的空间，拍摄的效果我没有到很满意。但这就是我说的尝试的重要性，你宁可现在在台湾好好的试出一个标准方法，你也不要到西藏拍了20天回来之后才发现，哎呀，素材都好可惜，全部都差一点。那这样就有点浪费了。就像现在这个坡度，你要我拿起这一台相机拍，撑不到10秒钟。还是要好好的握在把手上面。西藏篇主要也是以爬坡路线为主，所以原本还在想说要不要带360相机，现在决定还是带一下好了。毕竟现在的 X5 有了快拆卡扣之后，要安装拆卸都不用像之前这么麻烦，还要去转螺丝，直接一个快拆卡扣卡上去就好了。你看我现在都有点喘了。听到后面有脚踏车的声音，看一下我能够坚持多久，不要被超越，加油啦！
其实我是想要在刚刚的精彩商店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买杯饮料的。但是这礼拜体力变好之后，内心就有一些剧场，想说不能给刚刚前面2位车友落亏，所以就直接往前骑下去了。那也确实啊，这礼拜的体力是可以继续骑下去没有问题的，毕竟骑脚踏车10几年的底子还在，就算荒废了半年，好像也只要1、2次的适应之后，又可以恢复到一个上次我说是60分嘛，这一次我觉得可以给个80分了。回到我之前在台湾骑车常常提倡的一点，就是你骑车要选对工具。我认为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大的飞轮，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讲，最重要的是要爬上一座山的成就感。而在体力、肌耐力、腿力不足的情况下，你要爬上一座山，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骑。刚刚那位女车友虽然是初学者，但是体力还不错哦，只是她的车已经没有更轻的档位可以挂上去了，所以遇到像这种法夹弯陡坡的时候，她就只能抽车。你抽个1、2次还 OK， 你不可能这样子一路抽上鱼老吧？大飞轮就是可以让你在休息跟运动的状态之间互相调节。直到我现在骑车骑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还是需要34T 甚至是36T 更大的飞轮去支持。旅行更不用说了，后面挂着10几20公斤的行李，还要爬坡，那更需要慢慢的踩，去骑个1天、2天、1个礼拜，甚至是1个月以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方法。那总结就是多试多摸，不要害怕去尝试。你看，像上一集用平面相机自拍的那个镜头拍的稀巴烂，但是台湾的车友圈我觉得还算是蛮包容的，大概只会提醒个1、2句，不会口出恶言，所以我也敢放心的这样子大胆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向，就大胆去试，大胆去骑就对了。其实才隔1个礼拜，上次中途这边我有印象，我有在这边休息1次喝口水。上次骑到这边中途大休加小休停下来至少有3次了吧。现在除了拆相机的停车以外，基本上我是不需要休息的，状况好的有点让我惊讶。没想到才练1个礼拜，多骑1次车就可以差这么多，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但等一下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到鱼老再跟大家宣布。另外，上次也有在这个鱼老前最后的一个熟食补给店，在这边飞了1次空拍机。飞空拍机是其次啦，最主要的目的是也真的累了，该休息了。这一次就没有这个感觉，体力好的情况下，水、吃、时间都不会花太多。好，现在时间12点13分，抵达了上次前往鱼老前的最后一个陡升坡。抵达的时间比上次整整快了1个小时，但是我不能完全归功于体力状态变好啦，因为上次在途中有飞了好几次空拍机，但是换算时间下来，我觉得至少有进步个10到20分钟以上。以这种短距离中等长度的爬升量来说，能够进步这样的幅度，算是蛮不可思议的。重点是心态啊、状态都好很多，也有点找回了之前爬坡的那种无我状态，就是心无旁骛，看着地板，然后可以一直骑下去的这种程度。面对接下来即将要挑战的西藏篇14座山峰的连续爬升来说的话，找回这个状态是蛮有必要的。因为爬坡爬的痛苦的话，时间就会拉得比较漫长。那1天、2天、1个礼拜、2个礼拜连续爬坡下来，一定受不了。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有什么话上去再讲。出发了 ，Go Go！好，现在中午10分，阳光明媚，气温和煦，来到了鱼老观景台。其实是跟上次差不多的时间的，只是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不用2件外套再加薄围。
所以可以看到游客、单车客也变得很多起来了。经过了今天骑乘渔老的这一趟，真的是信心大增，包含刚刚那个陡坡也是，虽然还是一样的很喘，也是稳扎稳打全程用骑上的那个陡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刚刚在途中想要讲的一个好消息，也是我这一次想要用同样的渔老路线来测试的原因，就是右脚的阿基里斯腱。其实我在2个月前有断断续续打了2针 PRP， 后续打了第2针 PRP， 过了2个礼拜之后，我想说，毕竟西藏也近了，那我就来骑个车渔老来练一下。结果上个礼拜骑渔老骑到半途，好像还没到青蛙石之前，我就觉得脚已经恢复到之前算是最糟糕的状态了，但是还是硬撑的骑上渔老。那想当然，回到家下车走路之后，尤其是睡完一觉，隔天礼拜天早上起来，连下楼梯都没什么办法下，走路又回到像北海道篇一样这样子，一拐一拐的这样子走。虽然这个状态是可以硬撑骑车，对于接下来的西藏篇也不会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长久下来，对于我的人生还有单车的人生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所以上个礼拜2，我又去诊所去尝试了另外一种震波疗法。之前我也有试过震波，但是震的是腰椎的部分。那个时候我觉得效果比较不好，毕竟已经是超过10年的老毛病。那再加上我腰椎第4节、第5节本身就有退化，所以这次医生其实一开始也是建议我先做震波，只是我想说没什么用，就直接下重本2针 PRP 3万块。但其实这2只脚的阿基里斯腱我还蛮有印象的，主要就是3.50骑一个开头之后，隔1年的北高双塔恶化之后。北海道恶化的最严重，第3天就有问题了，但是第4天、第5天就是一直在恶化好一点，恶化好一点，然后全程几乎是在没办法走路的情况下完成整趟旅程。我知道观众有点难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又要讲到屁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肛裂的经验我有啊。之前骑车环岛的时候，就是一直骑车，然后又没拉屎，所以那个大便就又大一块。那你拉屎硬要拉出来的时候，就会去撑开那个肛门，肛门就会流血，皮肤会受伤，愈合又撕裂，愈合又撕裂，反复的过程中，你周围的皮肤就会纤维化、钙化，就变成虽然有长出来，但是它是没有弹性，皱巴巴，也感觉不到痛，但是还是会流血。我的左右脚阿基里斯腱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虽然医生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没有办法照得太明显，但毕竟身体是我自己的，我大概知道自己一直在让这2只脚的阿基里斯腱反复的受损又愈合，受损又愈合，所以就算打了 PRP， 它增生愈合了，但它的状态其实还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就需要震波去把它震散，然后再让它重新再长一次。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拖太久了，也偏复杂偏严重，所以医生也建议说，这个震波疗法可能要打到第4次、第5次。其实正常来讲2、3次已经很多了。震波相较于 PRP 也比较便宜，一次的话是2000块，2000次的震波，钱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有用。距离完全复原、完全没有感觉，可能还要再震个3、4次，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有在往好的方面在复原过程了，也希望可以按照这个状态持续的积极复原下去。最后我们一样用壮丽的空拍机视角来做这个第2次的渔老，再测试、再检定的路线的收尾咯。我是雷哥，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